才是拉力越野赛车的灵魂。严哥又在摆弄过时的换挡手势了。现在全是脑机 AI 自动驾驶，离合变速箱早就被时代淘汰。比赛拼的是火力面板、自动护盾数值，手动操作在赛场连上场资格都没有。一身赖以生存的驾驶本领，来到这个世界竟成了徒劳废迹。穿越整整3年，我这个昔日驰骋拉力赛道的冠军，竟只能困在下城区修理厂拆废件糊口。临记时，贵厂拖欠堡垒的场地占用费和能源税已经逾期3个月。按照堡垒破产保护条例，你们没有现金清偿，那就只能启动劳务代偿协议。怎么个代偿法？签合同入职我俱乐部，3天后是装甲大奖赛预选赛，你需要驾驶一台带报废的 F 级车龄参赛。让我开废车去送死，这合同条款明显不对等。对等？如果你觉得这是卖命，那你可看错了。若非你入职考核的机械维修数据全厂区拔尖，这辈子你都没机会接触车龄。听着，只要你赢下哪怕1场，这废车的全自动的时代，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车龄意味着什么？不用我教你吧。白嫖一台专属车龄，先签下，后续慢慢改造翻版。合约我签，车龄存放仓库钥匙给我。废车龄封存成交废弃机库，今晚你就能去认领。驾驶员先生，别契约我，我是唯一的 F 级纯机械车龄，那些全自动悬浮车虽然只是程序，但人家至少是 S 级配置，而我全车只能手动离合挂挡，上场比赛一定会害死你的。主人，我没有反重力模块，也没有 AI 路线测算系统，底盘更是老旧款式，完全没有电控辅助，高速行驶的时候特别容易失控侧翻，我们还是放弃训练吧。坐稳扶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亲眼见识一下这个时代早已失传的硬核手动驾驶技术。离谱！一台零 AI 零反重力的 F 级破烂车，机动能力居然远超普通 B 级车龄，这个驾驶员到底藏了多少实力？主人，难道我并不是人人痛弃的废品？我也能流畅的驰骋在赛道上吗？你的全无钢实心底盘是天生的优势，只是如今人人追捧全自动，才把你这样的好车埋没了。你只是缺少一个真正会驾驭你的车手而已。好好休整一番，3天后的预选赛，我们就要用实力打碎所有全自动车手的偏见。就这台连反重力系统都装不起的铁皮车，也敢来参加正式比赛？我的 AI 早就录入了整张赛道的地图，每一个弯道的最佳路线都计算得明明白白。比赛一开始，我绝对能把你远远甩在身后，让你连我的尾气都吃不到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台 F 级工业垃圾，我赌它第一个弯道就会撞护栏出局。现在赛场拼的就是面板数据和 AI 性能，手动内燃机早就该被淘汰了。我们还是主动弃权退场吧，别在这里被人笑话了。别胡思乱想，数据和 AI 决定不了胜负，真正的车手靠的是双手和经验。简直难以置信！这台战车没有 AI 辅助，也没有反重力助持，纯粹依靠车手手动操作完成内线超车。这一幕彻底打破了全自动演算出来的赛道物理规律。小林，你在上一轮预选赛大放异彩，俱乐部上下都十分看好你。我们决定全额出资，为 V8 打造全套顶配改装。不过有一个小要求，需要拆掉它原厂的 V8 内燃机和整套手动变速结构，更换成现在主流的全自动系统。改造完成后 ，V8 直接定级 S 级。后续百强俱乐部的签约机会、顶级赛事资源，你都可以优先挑选。从我和 V8 缔结契约的那一刻始，我就打算守护它原本的形态。V8 内燃机和手动传动结构是它的根基，强行拆改等同于毁掉它。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同意。接下来的比赛安排几个硬锤子上场，给我把赛道卡紧，不惜代价把那台破车挤出局。记住，要做得干净，别让人抓到违规的把柄。敢坏我好事，就让你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主人，刚刚他一直劝我们更换全自动系统，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？光鲜的外表下都是枷锁，守住我们自己的路比什么都重要。主人，这些零件都是用来强化我的吗？全自动车手全都在用高科技成品改装，咱们用老旧零件真的有用吗？
全钨钢材质，天生抗冲击 ，EMP 毫无影响。慢慢改造，你的硬实力会远超那些纸面数据虚高的氪金车。原来老旧机械也能变强，我再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铁了。兄弟，马上就要开启团体死斗赛了，我们商量好了一套稳妥战术。V8机动性强，开局冲到前方，吸引敌方所有导弹火力。我们躲在全空废墟掩体后面，伺机收割人头。赛后积分和奖金咱们平分，大家都不吃亏。是啊，这是最稳妥的打法，保证咱们战队顺利晋级。听起来倒是稳妥，那就按你们说的来。主人，他们明显是想利用我们吸引炮火，我们真的要按照他们的安排冲到最前面吗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等对手全力进攻的那一刻，就是他们溃败的开始。时间不早了，赛场已经准备完毕，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别耽误比赛。走吧，上场见分晓。S 级车队开启了死神锁定 ，V8号被4台顶级战车围死，这辆车连掩体都没有，难道要正面硬吃这一波导弹雨吗？哈哈哈哈！果然派一台 F 级铁皮车来送死，没有护盾，没有热武器，我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制导导弹，一轮齐射就能直接炸碎你的底盘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全员锁定目标，准备开火！主人，导弹太多了，我们躲不开的。不用躲，利用身边的综结构，我们来打造专属冷兵器。V8已经被全方位锁定，此刻进退两难，这场对局难道要早早结束了吗？哈哈，这傻子是把路灯当武器了吗？这破车的自重倒是挺大，就凭一根根破钢锭也想对抗制导导弹？没有热武器，你连一轮齐射都撑不住。F 级废车终究是废车，今天就让它彻底报废在赛场之上。谁说没有武器系统就无法击坠敌机？口径不够，底盘来凑。一台手动废车，冲击力居然强悍到这种地步！各位观众，见证历史的一刻到来！灵活力纯手动的 F 级，不靠任何弹药，仅凭物理撞击和车载重物，全歼4台顶配全自动悬浮赛车。这一战彻底刷新联赛对战记录！主人，我们做到了！所有人在为我们欢呼。用实力证明自己，偏见自然会烟消云散。林先生，我们俱乐部愿意开出顶薪，还为您配备专属私人改装车间。只要签下合约，我们免费拆除 V8的老旧刃机，换装全套反重引擎与顶级 AI， 直接提拔您为一线主力。各位同行，还请止步。林岩是我纵速俱乐部在册选手，合约未到期，任何转会洽谈都不作数。周经理，选手有选择未来的权利，何必强人所难？小林，留在俱乐部，往后所有赛事奖金全部归你，我一分不扣。那些外来的合约看着光鲜，实则暗藏陷阱。多谢好意，改装就要破坏 V8原生的机械结构，这种条件给再多酬劳我也不会接受。你当真要一意孤行？我心意已决。接下来一轮比赛，你们想办法在热身阶段破坏对手底盘配件，事后酬劳加倍。主人，他好像在联系别人，打算暗中对我们下手。我早有预料，兵来将挡即可。主人，现在市面上的全自动配件价格虚高，反观这些老式零件，用料扎实又华贵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些纯机械零件不含电子元件，完全不具 EMP 电磁脉冲，恰好是所有 AI 机甲的克星。原来被大家淘汰的旧零件还有这么大的用处。时代追捧的数据面板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实力藏在机械本身。我们多采购一些，囤在车库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有主人陪着我，不管遇到什么对手和阴谋，我都不会害怕。动作快点，松2颗底盘螺丝，别留痕迹。跑几圈一震动，够他喝一壶的。搞定，看他一会儿怎么在弯道出丑。主人，大事不好！刚才那2名车手拿着工具偷偷撞击我的底盘，悬挂已经出现暗伤了。堂堂参赛车手，不靠技术比拼，反倒专做暗中伤人的勾当。今天就在赛场上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
别担心，只是一点小暗伤，影响不了我的驾驶节奏，正常比赛就好。可是高速行驶加上连续弯道，底盘很容易彻底损坏的。我心里有数，走吧，准备上场。底盘带伤还敢硬撑，识相的就赶紧减速认输，免得车毁人伤。底盘螺丝松了，过弯时重心不稳，但只要我不急刹，用惯性漂移抵消侧倾，这破车撑得住。太不可思议了！车身带着暗伤，依旧施主出顶级手动漂移，纯手动驾驶再次碾压全自动数据演算，这绝对是本届联赛最精彩的超车画面。主人，我们赢了，他们的算计落空了。耍小聪明永远赢不了真本事，这就是赛场的规则。林岩，之前是我们目光浅浅，总想着把你们推到前线当诱饵。现在亲眼见识到手动战车的强悍，我们彻底服气了。是啊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往后的团体赛，我们绝对听从你的战术安排，全力配合作战。我们不想再耍小聪明，只想踏踏实实打好每一场比赛。赛场之上，输雄全凭实力和配合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只要大家一心作战，我自然会和各位并肩前行。主人，他们之前明明想利用我们，现在突然转变态度，真的可靠吗？人都会认清现实，打过一场配合，自然就能分辨真心。我们说到做到。下一场死斗赛，我们一定守好侧翼，绝不会再临阵退缩。那就赛场见。怎么会这样？全域电磁干扰之下，竟然还有车龄正常运转。主人，电磁攻击完全影响不到我们，我们太厉害了。这就是纯机械结构的优势，也是我们立足于赛场的底气。哼。接连几场团体赛，咱们战队的总积分没有达到俱乐部规定标准。按照合约条款，我需要扣除你大半单人赛事奖金。团队积分和个人奖金本就是两回事。签约时我特意留存了纸质备份，合约写的明明白白，单人竞速死斗赛事的奖金全部归驾驶员个人所有，和团队整体成绩互不干涉。俱乐部内部有管理权限，规则细节可以酌情调整，扣除奖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联赛组委会全程监管各大俱乐部薪资结算。你执意违规克扣，我只能带着证据前往赛事仲裁处申诉。到时候不仅要全额补发奖金，俱乐部还会被处以高额违约金，这笔账你可要算清楚。主人，他明明知道理亏，还想故意克扣我们的酬劳。靠着合约钻空子耍手段，终究站不住脚。我们走吧。主人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全额拿到奖金了。刚才在办公室，我还一直担心辛苦换来的酬劳会被无故扣走。我早就料到他会打合约的主意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保留了纸质合同作为凭证。这批耐高温钢材可以加固你的内燃机缸壁，有效提升引擎极限转速，让动力输出更加强劲。这么一来，再遇上高速缠斗重型撞击，我的机身就会更加坚固了吧？没错，纯机械结构没有电子线路，不惧电磁攻扰，再强化动力与防护，就是我们在赛场立足的最大底气。如今所有全自动车手都依赖 AI 和面板数据，而我们坚持打磨机械本身，一定能走得更远。数据永远只是参考，真正的实力掌握在车手和战车手中。上一轮我们轻敌，这次加大 EMP 功率，全方位封锁整片赛场。我就不信这台老内燃机还能撑住。林先生，我们愿意开出年薪3倍于联赛标准的薪资，只要拆除 V8的内燃机，换装顶级 AI 与反重系统，你就是我们战队首席车手。不必多言，我不会改变选择。主人，这些人一次次来劝说，真的有那么多车队想要我们吗？他们看重的是赛场成绩，而非我们本身，专心准备比赛就好。空谈实力有什么用？等电磁力全开，你们照样寸步难行。这下看你们还怎么逞强！主人，电磁攻击还是对我们无效。这就是纯机械的优势，全力推进，结束对局。强电磁辐射依旧无法撼动纯机械战车，林岩和 V8再下一城，连续取胜，创造联赛新纪录。开赛后找准时机，把路障丢在断魂湾的内侧，没了刹车稳定性，他那破车肯定躲不开。
绝对会冲出护栏。周经理说了，只要让他退赛，奖金翻倍。这活儿简单，他就是个瞎子，看不见地上的东西。主人，警告！前方2点钟方向检测到高密度金属信号，型号比对确认三角针路障。他们带了多少？每人携带3组，根据他们握持的姿势和视线落点分析，投放坐标锁定为断魂湾内侧。看来周坤这次下了血本。看什么看啊？走了，准备入场。路障拦路，我看你怎么通过。减速认输吧，林岩。主人，我已标记所有路障坐标，它们预留的缝隙宽度是1.2米，够用了。完美通过！数据验证，车身与路豹最小积距仅2厘米。预判路线灵活变信是手动驾驶的基本功 ，AI 只会沿着预设轨道跑，他们过不去。手动驾驶的临场应变能力彻底碾压了死板的全自动程序。林岩，来我们战队吧，条件不变，只要你拆了这堆废铁。除了拆车，你们还会说什么？奇怪，底盘硬度、引擎爆发力都比赛前提升了至少20%，这不合理。我又没换零件。连续高强度对战之后，身体里的齿轮转得更顺畅了，好像被淬炼过一样。赛场的炮火和撞击确实在淬炼你的机身。看来你体内还藏着未被激活的机械潜力，就像这龙骨钢，不打一仗不知道有多硬。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应对更强的对手了？比如深渊里的巨兽？没错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周坤和各路对手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会用更阴险的手段。很好，动力输出更现象了，看来是时候给你升级一下散热系统了。小伙子一直讨老式零件，现在没人玩纯机械车龄了，这玩意儿早过时了，连废铁架都不如。全自动并非无敌，老式机械有它独特的优势，比如耐造。看你也是懂行的，我透露个圈内秘闻：深渊里的机械巨兽靠反重力晶体和 AI 电波为生 ，EMP 脉冲是他们的本能。这玩意儿是巨兽鳞片。EMP 就是电磁干扰吗？没错，所有全自动车龄碰到巨兽都会瞬间瘫痪，变成废铁。这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？只有我们这些做老零件的底层人清楚。你们要小心，总决赛就在深渊边上，这消息迟早瞒不住。我知道了，走，V8，我们回去准备。城防配备的全自动巡逻车一靠近，全部被电磁力弄瘫痪了。还好咱们比赛场地离得远，不然谁都躲不过麻烦。偏偏这台老式铁皮车不怕电磁攻击，依我看，它说不定和深渊怪物是一路同寿。主人，他们凭空乱说话，我心里好难受。纯机械结构天然免疫 BMP 电磁干扰，这是车身构造的优势。希望大家不要无故造谣抹黑。伊安和 V8 的人品实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别胡乱猜忌。不过是嘴硬罢了。等深渊巨兽一步步逼近，我看你们早晚原形毕露。我们不和你硬碰硬，就比拼耐力。我倒要看看手动驾驶能坚持多久。主人，我感觉自己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每一场对战都在激发你的潜才潜能，稳住状态就好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这台 V8 肌肉车本该是我的座驾。我和俱乐部签订正规契约，合法拥有 V8，你凭什么上门索要？当年我只是被迫暂时将它寄存于此，如今我回来，自然要收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有人主动来争抢，正好坐收离利，一举两得。主人，他说他曾经驾驭过我，这是真的吗？我驾驶它征战过无数赛场，它的所有习性我都了如指掌，你根本驾驭不了它。口说无凭，你所谓的寄存协议在哪里？没有凭证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背后的资本集团可以为我作证，他们才是这台车龄的实际掌控者。我明白了，是资本集团见 V8 实力大增，便指使你来强行索要。我欠下巨额债务，他们帮我还清钱款，条件就是车龄带回去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契约受联赛规则保护，我绝不会交出 V8。现在灵岩就是我的主人。就是现在，
借口权属纠纷核查，把那辆破车的检修流程卡死，最好让他们赶不上开赛。万一他们投诉呢？联赛规则刚更新，疑似产权不清车辆有权延长检疫期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最新赛事补充规定，存在产权争议的车辆必须额外核验资质，检测线路。不必装样子，是背后的资本集团指使你们故意拖延检修时间，对吧？主人，再这样拖延下去，我们就要错过开赛时间了。没关系，不靠他们，我们自己检查车况。你的纯机械结构简单牢靠，不需要多余核认。我们轮番消耗火力与电磁力，我倒要看看这台老机械车能硬撑多久。主人，我感觉车身越来越稳，导弹和撞击都伤不到我的底盘。稳住作战节奏，逐个瓦解他们的阵型。难以置信！纯机械战车依靠底盘硬度和撞击技巧，直接把5台全自动赛车撞出了比赛区域。纯机械的魅力就在于这份实实在在的硬碰硬。经过双方协商一致，本次将以单人竞速赛判定车龄归属，比赛全程遵守联赛规则，无论胜负，赛后任何人不得再以此事纠缠对方。我驾驭这台 V8 车龄征战过无数赛事，他的极限走线习惯我全都一清二楚，单凭经验，你绝对赢不了我。赛车从不是单方面的操控，车龄拥有自己的意志，他心中认可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人。我认定灵岩是我的主人，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拼尽全力配合他。多说无益，赛道之上见分晓。我一定会证明，我才是最适合驾驭他的人。主人，我们赢下比赛了。我输了，按照约定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前来纠缠。V8，看来联赛最近麻烦事不少，连这种老牌车手都过得这么艰难。主人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去总部看看，听说总决赛的场地要出大问题。各位，出大事了！由于近期深渊巨兽频繁出没，新建的主赛场被迫停工。为了不影响联赛进度，我们只能被迫沿用原来的外围赛道，也就是紧邻深渊裂隙的旧场地。那条赛道早就废弃了，防护墙根本挡不住巨兽，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送吗？联赛积分是各大堡垒分配资源的核心，比赛必须照常进行，这是唯一可用的场地，请所有参赛队伍提前做好应急防护准备。主人，深渊里的机械巨兽真的会冲到比赛场地中来吗？旧赛道防御薄弱，风险极大，但好在我们的纯机械结构天生免疫电磁攻击，在所有车龄里，我们是最安全的。听见没？旧赛道防护差，到时候只要稍微引导一下巨兽，那辆破车再硬也挡不住巨兽的爪子。赛道本就凶险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你的潜能在不断觉醒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主人，对方的撞击完全伤不到我的车身。现在整个联赛人人谈深渊色变，全自动车龄碰上 EMP 都会瘫痪，也就你们这台纯机械战车能安然无恙。总决赛赛场紧挨深渊裂隙，危险无处不在。越是这种时候，我们越要强化车身防护与动力系统。我想变得更强，应对接下来的危险。当然可以，
你体内的机械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，经过这次改装，你的综合实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之前我们有过误会，但现在全队一心，总决赛我们全部以你为核心，听从你的战术安排。深渊里的巨兽数量一天比一天多，谁要是驾驶全自动车靠近裂隙，下场可想而知。马上就是总决赛，赛场就在裂隙旁边，想想都让人害怕。大家都对深渊巨兽充满恐惧，一味恐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有不断打磨实力，完善装备，才能直面所有危机。主人，我们快点回去继续改装吧，我已经做好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了。好，抓紧时间。那台纯手动战车连战连捷，单打独斗我们任何一队都不是对手。总决赛团体赛，咱们几支队伍联手，集中所有火力围堵，务必把他淘汰出局。没错，我们依靠人数优势，从各个方向封锁赛道，不给对方半点突围的空间，联手终结他的连胜记录。主人，我听到他们的计划了，好几支车队准备在总决赛联手围堵我们，想用人数优势困住我们。人数再多也没用，这些全自动车队依赖统一程序配合，打法死板僵硬，根本跟不上手动战车的灵活走位。别太自负了，总决赛赛场见分晓，我们一定会联手终结你的连胜之路。赛场之上，实力才是用道理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一旦被多辆车同时包围，不要硬拼，我们可以利用连续弯道拆分对方的阵型，逐个寻找突破口。主人，我感觉身体越来越灵敏，应对多人围堵也轻松了不少。熟能生枪，把战术刻进本能里，等到总决赛真正交锋，不管对方多少人联手，我们都能从容突围。你去转告结盟的所有车队，只要能在总决赛把林岩淘汰出局，我私人额外发放一笔高额奖金，出手越干练，酬劳越丰厚，绝对不会让林岩晋级下一轮。哼哼哼。主人，大事不好！我听到周坤联系那些对手，花重金悬赏，让他们在总决赛联手针对淘汰我们。从预选赛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背地里耍各种阴谋手段，我们早就习惯了。对方不仅人多势众，还有悬赏激励，我们会不会陷入很大的危险？不必担心，再多的阴谋，再丰厚的悬赏，都赢不了实打实的驾驶技术和战车实力。安心备战就好。多人围堵作战，换挡速度直接决定突围效率。今晚我重点强化传动结构，让你的换挡响应再提升一个档次。这段时间仅感觉一场身体里有股力量在涌动，好像马上就要迎来大的蜕变。我也能察觉到变化，你的核心机械单元一直在蓄力。总决赛战火最激烈的时候，大概率就是你完全觉醒、完成蜕变的时刻。现在的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。万事俱备，只待总决赛开幕。不管对手设下多少陷阱，我们都能一一化解。等会儿上场，我们不和对方正面硬碰硬，全程分散游走，不断近身骚扰干扰。手动驾驶对体力消耗极大，我们就靠持久战拖垮他们。没错，磨到对方状态下滑，我们就能轻松取胜。摆明了是消耗战术，想利用长时间缠斗让我们陷入疲劳，这手段对我们行不通。主人，他们打算一直游走骚扰，连续缠斗那么久，您会觉得疲惫吗？我的赛场经验足够应对长时间对战，而且你是纯机械构造，不存在动力衰竭、机体疲劳的问题，我们完全不用担心。说的倒是轻巧，持久战最考验耐力，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赛场之上，用实力说话就好。开赛准备。对手采取典型的游击骚扰战术，意图消耗林岩与威比的竞技状态，这对双方的耐力都是极大考验。主人，我们的动力和耐力都十分充足，根本不怕他们的骚扰。稳住节奏，逐个击破，不用被对手打乱心态。本届联赛最大的黑马就是他们，一台纯手动机械车，一路连胜杀入总决赛，妥妥的头号热门。就算名气再响，实力再强，
到了总决赛，我们也有办法让他们止步于此。我们看了分组表，这次强敌扎堆，整体形势并不乐观。接下来的比赛，我们全都听从你的指挥，全力配合作战。哼，大家不用紧张，各司其职即可。依托赛道地形配合作战，对手人数再多也不足为惧。历经这么多场比拼，我早已做好准备，迎接最终的大赛。总决赛赛场就设在深渊裂腹旁边，那里电磁环境复杂，还有巨兽出没的风险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们清楚其中的危险，纯机械结构是我们的天然优势，但也会备齐应急配件，做好万全的防护方案。最近深渊裂隙的能量变动越来越频繁，我总感觉有大事快要发生了。希望比赛可以顺顺利利，不要遇到意外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做好自身准备，就能应对一切突发状况。你能走到总决赛已经十分出色了，赛场凶险，接下来量力而行就好。不必假惺惺说场面话，你背地里做的种种算计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哼，这是我们给出的最后一份合作邀约，只要拆除 V8 内神机，换装全自动系统，顶级资源任由你挑选。我的答案从不会改变。主人，无论接下来遇到怎样的对手和危险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各位观众，滨海年度装甲大奖赛总决赛入场仪式现在正式开始，12支顶尖强队齐聚于此，明日将笑着总冠军的宝座发起终极冲击。裂隙能量异常剧烈，我能感觉到一场大风暴恐怕马上就要到来。明天就是决战了，可是我的底盘……主人，刚才裂隙的余震好像让我的结构钢产生了裂纹。不是裂纹，是疲劳。这种民用级锻造钢扛不住明天的决战。这钢材太软，在裂隙赛场一碰就碎。规则只进更换核心，补强配件没问题。想撑住比赛，就得去一处地方找特种钢材。对了，你们这种老式机械车，10年前还有种神经阶的人车联动技术，后来被废植了。神经间接？深渊边缘有个叫机甲坟场的地方，那里埋着上古战争时期的残骸，全是耐高温抗冲击的稀有合金。可是后天就要比赛了，来得及吗？只要有1夜时间就来得及。前辈，那个地方具体怎么走？这条路叫废铁走廊，直通坟场核心。不过那里辐射乱流极多，全自动车进去就是送死，只有你这纯机械的玩意儿能开。那就走，必须在明天天亮前回来。后天总决赛，今晚跑去深渊边缘，你以为那是旅游景点？底盘需要紧急强化，如果不去，我没法保证比赛成绩。随便你，反正就算你拿到了好钢材，我也已经安排好了。后天的比赛，你和你的破车注定要烂在赛场上。那就看看是你的人多，还是我的钢板硬。后天就是大赛，今晚还敢去？那地方 EMP 乱飞，你的全自动宝贝进去就是一堆废气。它不是全自动，也不怕 EMP。我们要在明天天亮前赶回来，还要留出修车的时间。拿着，遇到紧急情况敲3下。操！动力全断了，是小型兽群残余的 EMP。老八，货车趴锚了，这破地方没法修。都别慌，汽车，带上关键零件，我拉你们上车。主人，今天天亮前一定要赶回去，不然明天就没时间修车了。把路给我让开！这破车真是纯机械，没电控单元。刚才那波 EMP 离这么近都没事儿。对，
EMP 伤不了他，但这钢材太软，刚才那一撞就有轻微变形，明天的撞击撑不住。你疯了吧？这时间点还去坟场？你知道现在那里面有多少残疾苏醒吗？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后天在赛场上输给周科那帮人。可是主人，刚才那个陈恶前辈说里面的东西很危险。刚才就在那堆残骸里，那是上古重坦的龙骨，但小心点儿，昨晚有拾荒者进去就没出来过，里面有还没死完的残疾，甚至可能有活着的巨兽。主人，那个陈庆前辈给的怀表在发烫。看来坟场里的东西醒了。动作快，我们只捡最好的，哪怕只有10分钟，也要把龙骨拆下来。尾巴，稳住底盘姿态，震动会影响切口精度，别让履带打滑。收到，我在反向补偿悬挂阻尼。但是主人，那个怀表烫得吓人，它在高频震动。不对，这不是辐射警报，是捕猎者的声呐定位。来了，左边第3根承重柱后面动静很大。尾巴，接管车身平衡。主人上车，他还有2个同伴从后面包抄了。拿到了吗？那块龙骨钢卡住了，只拖出来了一半。不能丢。尾巴，把控制权交给我，我要漂移。明白，解除限速，开放全权限。林岩，你要搞出多大动静？整个坟场的休眠残疾都被惊醒了。少废话，老八，让你的人把重机枪架起来，帮我开路。这孙子真能惹事。那是什么钢？怎么这么沉？你真把这玩意儿挖出来了？快走，趁着他们还没形成包围圈。老八，把吊机开过来，这玩意儿太重，我的车拖不动太久。好嘞。稳当了，这分量够劲儿。主人，你流血了，伤成这样，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跑！你以为周坤会放过我们吗？只有赢了，才能彻底摆脱他。走，下次别来找我，这地方我不会再来了。小子，手稳点儿，这龙骨钢是活的，焊不好会吃掉你的车。放心，他现在只想变强。这是变形？不是变形，是进化。主人，请查看面板。B 级，终于摆脱垫底的棚级了。别光看等级，这玩意儿重得像头死猪，重心全变了。记好了，别信 AI 的最优路线，他们不懂惯性偏移。放心，我只信我的脚和离合 ，AI 算不出我的极限。临阵磨枪换块废铁，你以为加钢板就能赢，只会更笨重。赢不赢不是靠嘴说。周经理，准备好你的违约金了吗？比赛还没开始，你最好祈祷别在赛场上出意外。意外？那也得看谁的钢板硬。这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。这是什么？私自改装，严重违反联赛安全规范。赛前报备过，属于战损紧急修复。这是龙骨钢，不是废铁。手工焊接。这玩意儿高速撞击下会直接断裂飞出去。你该不会指望这破铜烂铁赢我的 S 级护盾吧？一会儿撞碎的，可能是你的护盾。赛道上见真章。我的底盘比你的数据值钱，你的护盾挡不住我的撞击。林岩，10项的就退赛。周坤给了我好处，让我在赛道上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你可以试试，但第一个冲出护栏的绝对不是我。别忘了，这钢是用来撞人的，也是用来扛撞的。手续合规，准予入场。
但出了事故，责任自负。不用你提醒，我的命我自己负责。主人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刚才的弯几乎没有晃动。记住这种感觉，这就是我们撞碎防线的武器。尾巴，把动力输出调到最大，敢挡路的直接撞开。严哥，你这伤没事吧？要不我替你上？不用，这车认我的脚，换了人会冲出赛道。可是龙骨钢太重了，增加了15%，会不会影响过弯？速度慢一点，但硬一点，在深渊裂缝边上，硬就是生路。你们记住，跟在我后面，别急着超车，裂隙里的 EMP 会把你们的脑机烧穿。林岩选手，您的车是全手动，您真的有信心获胜吗？手动不代表弱，全自动车靠数据活着，像个提线木偶。我们是靠骨头硬，靠胆子大。这车虽然全手动，但它是实心的。您指的是那块龙骨钢吗？无法适配现代 AI 系统，您怎么在深渊裂隙生存？我们不需要适配系统 ，AI 适配的是赛道，而我们要征服的是深渊。尾巴，检查离合和油门响应。离合正常，油门响应0.01秒。主人，我们要开始了。这一次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驾驶艺术。挡杆在我手里，路就在脚下。周经理，林岩的车重量超标，怎么反而更快了？过弯超了理论极限。越重离心力越大，那块破钢就是他的棺材板。过断魂湾，他就会连人带车翻进裂隙喂巨兽。尾巴，全速冲！别管那些护盾，那是给胆小鬼准备的。收到 ，EMP 对我无效，那些护盾在掉速度。哪怕天塌下来，我也能顶住。撞翻他！周涵给了双倍价钱，把他挤下去，我就能拿冠军。主人，我相信你。相信龙骨钢。这不可能！我的车是顶级合金，怎么会撞不过一块破钢板？这不符合物理定律！我的车要散架了！陈诚前辈，好钢，没辜负你那张地图。主人，我们赢了，真的赢了。周坤，欠我的，该还了。接下来，该算算旧账了。该死！过弯时那下撞击让后倾角偏了0.5度。尾巴，悬架预警力太高，得重新调教。调教，林岩，你这是在给死人化妆。过弯时你用乱性漂移，重心转移太急，这钢再硬也经不住这么折腾。陈情前辈，你一直在这里盯着。来看看所谓的好钢是怎么炼废的。但比废钢更麻烦的是，周坤买通了全联邦机械师协会的稽查队，准备以违规改装和危害赛道安全的名义扣押你和威巴。接到举报，你们涉嫌使用违禁材料和非法改装参赛，现依法暂扣车辆与执照。张队长，我们刚结是正常的车辆检修，而且我们拿的是特殊改装许可。许可证，周坤会长说了，那是伪造的。别废话，跟我们回协会接受调查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
他们刚赢了比赛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被抓，传出去，你们协会还要不要脸了？赵叔，刚才真是千钧一发，你不是早就退休隐居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哼，退休了也得讲句公道话。周坤那个畜生，现在是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一手遮天。你们打破了他们的赌盘，断了他们数以亿计的黑钱，他们当然要把你们往死里整。这几十年来，协会投入了万亿资金在反重力研发上。如果纯机械才是深渊的克星，他们手里那些所谓的神兵利器就是一堆废铁。赵叔，既然协会已经被周坤彻底控制了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回城里就是自投罗网。回不去喽，去我的老窝自由机械师联盟。虽然没执照，也没人认可，但那个地方就算是周坤的人也不敢轻易进去撒野。自由联盟，我还以为早就散了，没想到你们这群老顽固还守着那个破地方。林岩，你以为你只是赢了场比赛吗？不，你那台威拔就是我们这些老骨头找了半辈子的钥匙。关于巨兽，关于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钢铁坟墓里的所有真相。看这里，总决赛前夕，我们就监测到这个区域的能量读数异常。这不是普通的兽潮，这是集结号。首领巨兽？不止，是他们在集结。EMP 是他们的天赋能力，用来对抗当年人类用来开采矿石的钻探设备，而现在的全自动车灵，在他们眼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我早该想到的。主人，我检测到我的机械结构对 EMP 有天然抗性，但在刚才的比赛中，我的核心处理器似乎被某种古老的频率激活了，很痛。上古龙骨钢，它不仅是材料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抗干扰晶体阵列。难怪周坤不惜动用协会力量也要得到你。所以，周坤想毁掉的不只是我这个人，更是这种能对抗深渊威胁的技术本身。他想让所有人都依赖反重力，依赖协会的控制。混蛋！我们必须反击！老赵，联盟里还有多少能动的老家伙？不多了，但足够凑齐一支废铁车队。林岩，准备好去深渊走一遭了吗？小子，你以为周坤只是想扣车？自从你用纯机械赢了比赛，他在协会内部的威信就塌了一半。主人，我检测到我的龙骨钢核心正在与深渊产生某种共鸣。刚才在赛道上，我甚至能听到巨兽的呼吸声。共鸣，难怪！陈奇，看来当年的实验记录是真的。龙骨钢不仅仅是抗干扰，它是活的，它能听懂深渊的语言。看这个，10年前协会叫深渊探索局的时候，我们最早开发的车灵就是这个。这也是威巴的同款？不，这不是同款，这是初代原型机守望者。当时我们试图把人类意识上传，让车灵拥有自主对抗深渊的智慧，但实验失败了，所有原型机都被销毁了。销毁？那威碧呢？他算什么？我们以为他被扔进熔炉了，没想到他被埋进了垃圾填埋场，被你找到了。别聊了，尾巴又跟上来了，不是协会的稽查队，是黑沙安保。黑沙？那不是周坤的私人武装吗？协会不管。哼，协会巴不得我们死。黑沙来了，说明周坤已经撕破脸了。小子，是时候检验你的车技了。还记得老式人车技术吗？地下3层藏着一批老车灵。老赵，掩护我启动隔离屏障。林岩，带威巴进通风管道，去地下3层。你确定这条路能通到车库？那群黑沙的装备能把这铁皮切成2半？主人，我在扫描他们的通讯，他们提到了 EMP 干扰弹，一旦使用，这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瘫痪，包括我的投影。那就靠脚走，只要龙骨钢还在，你就死不了。我记得这种感觉，陈诚前辈当年在实验室着火时，抱着我冲了出来，那时候他叫我女儿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主人，可能是出错了。快到了，下面就是出口。欢迎来到废铁坟场，林岩，这就是自由联盟的家底。虽然破，但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们亲手打磨的。这些都是能对抗巨兽的车灵。
对抗，不是送死。但这帮老家伙不怕死，只要给他们装上 V8 同款的龙骨钢铠甲，他们就是移动的堡垒。谁说没有 AI？ 我们就是 AI。林岩，把你的神经接线给我，我们要用人类的意识去驾驶这些钢铁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机合一。连接成功，老伙计们，醒醒，别他妈睡了！陈层前辈，这太危险了！这种老式头盔过载会烧坏你的脑神经，快摘掉！烧毁？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V8，把老兵协议的最高权限开放给老赵和我。权限开放，警告：检测到非植入式外挂装置。威8，给我这套神经接波系统的操作手册，这东西比开赛车难100倍。主人，没有手册，这是陈情前辈当年设计的外挂式意念微调系统，你需要用你的机械直觉去感受引擎的每一次呼吸。感受呼吸，不是控制。我懂了，走，去干掉黑鲨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些废铁怎么自己动了？开火，给我打穿那辆卡车！就这点火力，连给我的老家伙挠痒都不配。老赵，左翼交给你了。收到，看我把这群兔子的尾巴夹断。V8，计算弹道轨迹，预测他们的移动路径。该死，这些车没有 AI 核心，我们的智能瞄准系统根本锁定不了。你们用的是冰冷的算法，我们用的是滚烫的灵魂。灵魂这一击，送给你们。这帮雇佣兵只是试探，周恒肯定已经拿到了协会最高级别的通行证，下一步就是封锁整个区域的供应链，断我们的粮。断粮？他做梦！林岩，你还记得那个废品车厂联盟吗？记得。陈层前辈，你是说去那里找新的龙骨钢货源？不是去找共鸣。V8能共鸣，说明那些被埋没的老车龄里可能还有别的幸存者。我们需要组建一支真正的纯机械车队，去参加下一届百强联赛。看到这个阀门了吗？没有电子传感器，全靠离心力控制。你们要做的是把价差控制在 0.01 毫米以线。林哥，这太难了，现在的车龄都是电脑校准，谁还用手摸零件啊？不难，想象你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，而不是组装机器。用心去感受金属的纹理。组建车队？哼，林岩，你知道现在市面上龙骨钢的价格被炒到多高了吗？周坤下了死命令，所有货源只准卖给协会指定的厂家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打算买。这是自由机械师联盟的技术专利授权书。机械过阵能让废铁起死回生，这违反了经济规律，这是扰乱市场。经济规律是用来服务人的，不是用来捆住人的。主席，你想让你的车厂永远只是个垃圾堆，还是想让它成为孕育英雄的摇篮？主人，这个大家伙好像还有心跳，他的液压杆还能动。V8，扫描结构完整性。主体结构完好，控制系统坏死，但机械传动部分依然优秀。追风，
去把老赵的焊接工具拿来，我们要给他换一颗机械心脏。林岩先生，您的报名申请被驳回了，理由是您的车队使用的技术未经协会安全认证。安全认证？你们所谓的认证，就是强制安装你们的反重力监控模块吧？林岩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只要你交出 V8 的核心代码，我可以让协会特批你们的资格，否则你们连赛场的大门都摸不到。周会长，你觉得技术是靠垄断就能守住的吗？我们已经改良了12台车龄，就算不让参赛，我们也能在深渊边上活得好好的。既然协会不让我们进场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展示。V8，启动全功率共振模式。天啊！你们看那个频率，我的全自动车龄居然在跟着它的节奏共振，这就是技术的真相。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利壁垒，它是能共鸣的生命力，谁也挡不住。这不行，这太打脸了，我们必须封杀它。封杀？你没看见直播间几上万人在刷支持纯机械蟹吗？明年赞助商都得跑光，就是不来组织比赛，你都不要违规敲响了，要会争我。别争了，林岩说的对，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用来分阶级的。你们要是再阻挠，我们直接去深渊边上建加油站。各位不用争了，我刚收到深渊守备军的7军的邀请函，他们请我们去做技术指导。你们再卡着不放，我们就去前线，前线才是新技术最好的试验场。小子，这次不是比赛，深渊巨兽的 EMP 是赛场10倍，你的神经扛得住吗？扛不住就适应它。陈诚前辈，V8找到了同步共振的方法，能把我们所有人的意识连在一起。是的，就像当年的守望者计划，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控制，而是为了守护。林技师，你们真的要进去？协会的侦察队进去3个全灭了，那里面全是 EMP 风暴。指挥官，看清楚，我们的车没有电子元件，全是机械结构，风暴再大也吹不跑钢铁。好吧，这是最新的能量读数，裂隙深处有一个巨大的热源在移动，祝你们好运。我们不是去赌运气的，我们是去把那个热源关掉的。V8，能检测到那个热源吗？正在扫描，警告，检测到高强度 EMP 脉冲。主人，我的视觉传感器正在失效。关掉视觉传感器，用震动感周，听声音，感觉地面的反馈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正的驾驶。警告 ！EMP 冲击波命中，所有电子辅助系统下线，切换纯机械模式。铁臂顶上去，巨凿挖坑，给他挖个坟。就是现在，铁臂向左打轮，别让他挣脱。收到，左满舵。V8，把所有的动力都给我，关闭安全限服器，我要把他的晶体核心撬出来。第一只，但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大家伙还在后面。理解，单神洞里面火力。太神了！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我们的 S 级机甲车进去就瘫痪了。靠脑子，还有这个，靠对机械的尊重。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别得意太早。守备军发来紧急通报，
裂隙深处能量度数指数级升高，更大的家伙要来了。更大的有多大？大概10层楼那么高。他还能释放精神波指挥小怪，我们这点人手不够。这晶体结构和龙骨钢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分子排列都同源。同源？你是说这些巨兽和我们的车灵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？推测正确，巨兽是深渊能量与矿物结合的无机生命，龙骨钢是人类意志与矿物结合的机械生命。意志？所以只要我们的意志够强，就能在精神上压制他们。没错，但我们需要把所有人的神经接驳在一起，形成共享意志的风超思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对抗他的精神控制。这只首领巨兽一出现，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就会被瞬间撕碎。林技师，你们那个蜂巢思维有几成把握？没有把握，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。但我们有信心。指挥官，别听那些数据瞎忽悠。这帮老家伙虽然平时吵吵闹闹，真到了战场上，背后背是没问题的。我们信得过彼此。指挥官，请下令让所有前线车辆都撤到第2道防线，把第1道防线交给我们。这是纯机械车灵的战场，人越多越乱。好，我赌你们一次，全线后撤，把第1道防线清空。全体都有，神经结界启动。记住，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。走吧，老伙计们，去告诉他，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。别慌，关闭视觉依赖，那是陷阱，感受地面的震动。铁臂，你最沉，告诉我它的重心在哪儿。收到，它在向左移动，重心偏左，我挺上去。我挖右边，给他挖个坑，让他栽进去。散开，别硬接！主人，警告！核心临界值突破，它要自爆了，能量足以抹掉整个基地。那就把他带走，绝不能让他死在这里！铁臂巨凿，帮我固定住他！为了人类，拼了！威巴，把所有的动力都给我，让我们变成一颗打碎命运的子弹！收到，机械飞风，启动！小子，你睡了整整3天，医生说你是神经过载，大脑差点烧成灰，再晚几分钟送来就真成植物人了。老赵，首领巨兽呢？解决了吗？没了，被你们带进裂隙深处炸了。那爆炸产生的 EMP 比预估的强10倍，把方圆50里的电子设备都烧成了废铁。现在整个基地都在用算盘和奇语通讯呢，连个电灯都点不着。值了。周坤那孙子现在肯定头疼的想撞墙，他的反重力霸权被我们一巴掌拍碎了。可不是嘛，协会那帮人吓得屁滚尿流，现在派人来慰问了，说要给你颁发特级技师勋章，还要给你塑个金身。主人，你醒了，生命体征平稳，神经接后还正轻微。威巴，你没事吧？我看到你的核心受损了，严重吗？核心受损30%，但没关系。陈诚前辈已经找到了修复方案，可以用那块首领巨兽的晶体碎片来修补。主人，我好像进化了。进化？什么样的进化？我不再只是你的车灵，我是你的伙伴。在爆炸前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你的心跳、你的恐惧，还有你的决心。我不再是机器，我是你的一部分。林岩技师，你在保卫人类的战斗中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代表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林技师请说，只要协会能做到的，绝不推辞。这笔钱必须专款专用，改良前线装备，给车灵加装机械共振模块，技术必须对所有人开放，不能搞专利壁垒，不能收授权费。
当然，林技师高风亮节，我代表协会答应你。都手脚麻利点儿，这批是给第3军团改装的，必须月底前完工，每1分钟都是人命。唉，以前是没饭吃，现在是撑死。林岩，你可得悠着点儿，别把我们都累趴下了。累趴下也得干，这是我们的技术，我们的责任。陈诚前辈，你看这个核心的安装位置是不是应该再偏移2毫米？是有点偏，你小子眼光越来越毒了。来，把扭矩扳手给我，我来锁紧。尾巴，报告极寒环境下的液压反馈，现在悬挂行程是多少？悬挂行程缩短15%，液压由粘度增加，响应延迟0.3秒。果然，平原的战斗证明了硬度，但雪山需要韧性。建议增加悬挂预警力至80%，更换钉刺雪地胎，姗姗裂隙能量读数比这里高300%。不仅要去，还要快，我们的骄傲不能被冻碎。好了，预警力到位，现在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在冰上跳舞。稳住！漂亮，这种硬碰硬的感觉回来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极寒适应性测试通过，主人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走，去告诉兄弟们，我们去雪山。周会长，自由联盟势头太猛，守备军暂停了我们所有反重力项目审查。暂停！谁敢暂停？那是我的摇钱树，是我20年的商业帝国。拦不住，我偏不！给我接通深海研究所的加密线路，我要弄到最原始的深渊样本。报告，温度零下60，液压油凝固，行动受阻，请求支援。林岩，别管什么测试数据了，那是铁壁，是活生生的战友，把他给我拖回来。稳住，铁壁，别偏离路线，我们回家。这极寒环境确实变态，金属会变脆，润麻油会变成固体。根据数据分析，单纯堆建厚度没用，需要增加微型热能循环系统，但会增加30%重量，影响机动性能。重量和性能，这就是平衡的艺术。老赵，我们是不是太执着于纯机械了？你小子想说了什么？你要妥协？不是妥协，是融合。用龙骨钢的导热性驱动热能循环，造出既能抗 EMP 又能抗严寒的怪物。这里把泄震枪和热交换器并联。林岩，你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也很危险。如果热能回师失控，这辆车会瞬间融成一堆废铁。失败了大不了重来。陈清前辈，我们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仇恨里，也不能活在技术的洁癖里。周坤想用技术垄断控制人，我们就要用更包容的技术解放人。我们要证明，技术没有界限，只有人心。通电，看看我们的融合1号行不行？自检完毕，热能循环正常，机械渐振频率匹配，系统状态温暖。它有 AI， 自己会说话了。不，主人，这不是 AI， 这是机械有了体温。它不再是冷冰冰的执行程序，它是活着的。走，去深渊，让我们彻底终结这一切，让周坤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力。林岩，这就是深海裂隙。周坤派人往里面投放了基因催化剂，加速了巨兽的变异和进化。我们必须进去，毁掉源头。源头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根据探测，是一种被称为母土的异世级合体。据说，它是所有巨兽的大脑。母体？好，那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位所谓的母亲到底长什么样，是怪物还是受害者？出发！尾巴，能试着建立连接吗？哪怕是沟通1次也好。警告，检测到极高密度的恶意识流，这不仅仅是野兽的本能，这是有组织的憎恨。恶意？哼，
我见过最大的恶意是人心。周军为了钱能投毒，这深海里的憎恨反倒显得纯粹了。既然是去赴宴，迟到就是失礼。准备好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警告，主人，侦测到高能生物反应，那是他的心吗？入侵者，代码识别碳基生物，编号废铁回收员。此处乃深渊禁闭，擅自闯入者抹除。装什么糊涂！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！周坤那个王八蛋，是不是用你们搞乱了整个海域的平衡？是不是拿我们人类当电池在充电？今天我开的就是报废车来的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这插头我拔定了！严哥，顶不住了，这玩意儿的防御层比预想的厚10倍。严哥，顶不住了，这玩意儿的防御层比预想的厚10倍。别废话！我要靠近那个红点，那是他的起搏器。林岩，听见没？别他妈硬拼！看见前面那个红点了吗？就在那团烂肉中间。那是周坤投进去的催化剂，那就是母体的心脏起爆器。拔了它，母体就废了。催化剂，为了几个臭钱，他连这颗星球都敢下毒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主人，那是全海域最强的 EMP 脉冲，冲进去，你的神经系统会被瞬间烧毁，你会变成植物人！没时间废话了，铁壁撑不住，巨藻也要散家了。尾巴，把你的核心能量全部借给我，让我们共振。停下了！你们没有摧毁它，而是伸手去触碰它。以前的那些人类只会烧掉他们不懂的东西，你们不一样。我们不摧毁，我们修。我懂了，你们不是怪物，也不是什么该被销毁的 bug， 你们是被我们遗忘的孩子，是我们人类的傲慢，亲手伤了你们。核心稳定了，深渊裂隙正在闭合，战争结束了。林会长，这是我们拟定的机械技术普惠白皮书。很好，但这只是硬件上的开放，软件呢？也就是技术思想呢？说得好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技术被有钱人把持。方案不够，我们要设立机械师学徒制，让更多孩子能免费学技术。技术不是奢侈品，不该锁在实验室里，它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。道理我都懂，但理想是要吃饭的，那经费从哪儿来？总不能让弟兄们喝西北风吧？从利润里出，我们要盈利，但盈利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我们要赚干净的钱，去培养更好的人，去服务更多的人，这是一个闭环。老赵，欢迎来到烈焰重击学院，我们教你们怎么听钢铁的声音。第一课，认识你的工具，它不只是工具，它是你身体的延伸。林老师，这活塞总是卡死，我调了半天也没用，是不是这零件本身就是坏的？别用力，放松，你越用力它越紧，感受它在哪里卡住了。间隙好像是间隙太小了，但我已经调到极限了。对，技术不是蛮力，
是巧劲儿，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2步。再试一次。响了！记住这种感觉，这就是人比机器强的地方。看看这活干的，巨凿那一下吊装，误差不超过1毫米。那是这帮小子有悟性，他们懂了，机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是啊，技术终于回到了它该在的地方，服务于生活。判了，无期徒刑。那家伙在监狱里还搞发明，说要做净化水源的过滤器。老赵，告诉他写下忏悔书和技术复盘，学院给他助教位置。他可是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，让他进监狱教书，这太荒谬了。技术不分好坏，人心才有善恶。周坤是混蛋，但也是百年难遇的天才，把他关着，难题还在哪儿？给他机会，也是给那些学生一个机会。说起来，他当年也是顶级机械师，就因为反对反重力技术被协会踢出去。你这格局比我大。行，我这就去通知狱长。主人，学院的名字为什么叫烈焰重击？仅仅是因为陈情前辈吗？不只是纪念。烈焰代表锻造的热情与淬炼，没有烈火，钢铁只是废铁；重击代表坚实可靠，还有那份扛起世界的重量。那我呢？在这个名字里，我算什么？你是灵魂，没有你的意志，这一切都只是冷冰冰的钢铁躯壳。谢谢主人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直到机械的尽头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小子，你看，这世界多美好，真不敢想以前全是怪兽和硝烟。是啊，美好的不像真的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还以为在战场上修车。废话，这都是我们拿命换来的，我这辈子没白活，值了。好了，老伙计们，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，但这只是我们这个篇章的结束。去吧，去干你们该干的事儿，别在这儿陪我们2个老家伙晒太阳。是，那我们出发了。目的地设定：星辰大海。